背叛无妻的男人，却在监狱得到怪老头的传承。后来西北一国高手出门，他被军方请出，他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无数，斩杀了10余名战神级别的高手。再次回到家时，房子却被邻居霸占。他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说判了很久，一辈子都出不来了吗？说不定是逃狱出来呢，大家小心点。你这个劳改犯，想要我们走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这么多年了，房子就是我们的，想要我们离开，门都没有。你怎么不死在牢里算了，还好意思回来？被骂的年轻人名叫刀三，原本是这一栋平房的主人。这名妇人叫刘红，是刀三以前的邻居，也是附近有名的泼妇。母子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狐狸精勾搭别人，生下你这个野种，连家门都进不去，活该你坐牢。你在找死？说你又怎么了？一个野子生下的野种。随着一个巴掌声响起，刘红的话戛然而止，整个人横飞了出去。刀三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战神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恐怖。虽然他极力压制，但是力量依旧不可小觑，直接将刘红扇飞。对方丑陋的脸颊肿了半边，嘴角流出鲜血，就连牙齿也掉落几颗。杀人了，劳改犯杀人了。老婆，谁欺负你了？男人看到了刀三，冲了上来。小兔崽子，你找死是吧？敢到我家来耍横！老公，就是这个野种，他要我们搬出去，还打了我。周海一听，面色一沉，这个兔崽子竟然敢在他周海家门口放肆。这几年周海据说跟了一个老板，赚了不少的钱，隐隐有种大哥的气势，简直找死。周海就是附近一半，刀三这回有的受了。四周围观的人见此，纷纷摇头，认为刀三在周海手下肯定会吃大亏。刀三冷笑，一个垃圾竟然也敢挑衅他。杀人了，劳改犯杀人了。以前还看不出刀三是这样的人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凶残。是啊，听说以前就是杀人进了监狱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。刀三懒得理会周围那些人的话，他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墙头草而已。现在立马将你的东西搬出我的房子。周海夫妇是什么人？一个是混子恶霸，一个是无赖泼妇，已经到嘴的肉怎么可能放弃？周海冒出了一个想法，随后越发的确定，刀三就是逃狱才回到这里，不然一个杀人入狱的人，怎么可能才5年就出来？老婆，这个野崽子肯定是逃狱出来了，赶紧报官。这时刘红也反应过来，急忙掏出了手机，拨打报关电话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逃狱出来的。当年犯这么大的罪，怎么可能5年就出来了？周围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纷纷议论起来，一致认定刀三就是一个逃犯。刀三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，报官正好将这家人赶出去，归还自己的房子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刘红打完电话后，不一会几个警员就来到了现场。周海常年在附近厮混，李石跟他相当熟悉，甚至可以说关系莫逆，两人之间就常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。李警长，这是个逃犯，快将他捉起来。是呀，他就是个越狱逃犯，你看他都将我们打成了什么样。跟我回警局一趟吧。我不是逃犯，再说你就不问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个李石分明跟周海熟悉，想要趁机将自己带走，解决周海的麻烦。你有什么证明？刀三在包裹里面取出了一张释放证明，递过去。我是坐过牢不假，但我已经被释放了，你没有任何理由拘押我。果然是恶性不改，刚刚出狱就将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是跟我回警局再说吧。将他铐上，带回去。哼，跟我斗，进到里面再整死你，野崽子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你竟然敢拒捕！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想要带我到警局，还讲不讲道理？男人只是被关了5年，回来房子却被好邻居霸占了。他们被我打倒在地，不但不服软，竟然还敢报警。你竟然敢袭警，快通知警局！终究是改不了本性，刚回来就敢殴打警员，露出了凶残的本质，不是好人。也不知道那张释放证明是不是伪造的，杀人的罪名哪能说出来就出来？他打周海是因为房屋抢占了，完全属于自卫，而这个警长也太不讲道理了，上来就是捉人。周海夫妻俩更是呆住了，没想到刀三竟然连警员也敢打。不过一会之后，他们就变得狂喜起来，打了李石就意味着跟官府作对。这次刀三无论是合法出来还是逃狱都不重要了。2名年轻的警员在慌乱中取出了手机，接通了警局的电话。要是继续来级别更高的人更好，可以顺手将他房子的事情处理一下。他转而向周海走去，后者惧怕的浑身都颤抖起来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怎么样，到底搬不搬？凭什么？这话直接将刀三气笑了，直接抬脚一脚将他踢飞。你说凭什么？我家的房子你问我凭什么？周海在附近不仅是有名的混子，更是有名的滚刀肉，这里就快要拆迁了，他可不会轻易将房子让出来。他现在心里恨死了，为什么刀三不死在监牢里，竟然出来破坏他的好事？你妈当年就已经将房子卖给了我们，你难道想要将房子抢回去吗？刀三紧皱眉头，这不可能，陈梅要是卖房子，不可能刀三不知道。我还有买卖合同呢。好，你回去拿出来看看，我倒要看看
我妈什么时候将房子卖给你了？周海心头一喜，果然有效，幸好他早有准备。之前听说这里要拆迁了，周海特意请人伪造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，到时候能够顺利拿到拆迁款。没想到现在正是用到的时候，反正陈梅已经死了，笔记早就无从考证。此时，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外面，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员走了过来。是赵局，兵王级别，这种实力在一般的人眼前足够惊艳，不过在刀三这种连战神也随手斩杀的人来说，跟蝼蚁无异。赵局，这小子是刚刚出狱的，想要侵占别人的房屋，我过来处理，反倒被打伤了。刚出狱的，警官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一个逃犯，赶紧将他带回去，最好拉去枪毙了。刀三见此，将那张西里监狱开的释放证明递给了赵安。刀三，赵安顿感惊异，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，当年刀三的案子震动不小，他也听到了一些风声。当他往下看，出具证明的是西里监狱的时候，面色大变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刀三。别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西里监狱，他赵安可是清楚得很，那是神州内最恐怖的监狱。当他看到了刀三给的释放证明，有点不敢相信，竟然有人能够在里面活着走出来。赵局，你不用看了，这小子袭警，就先将他铐回局里面再说。我怎么办事要你来教，滚一边去！李石顿时语塞，颤颤巍巍不敢继续说下去。你的材料没有问题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见到赵安一问，刀三还没有说话，刘红急忙凑了上来，大倒苦水。赵局，你可要弄清楚啊，他不仅想要抢我们的房屋，还将我们打伤了。刘红，我们多年邻居了，我家房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了？我们手上还有你母亲当年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呢。老公，将合同给赵局看看。此时有赵安压场，周海也不敢猖狂，他顶多是附近的混子而已，就算再牛逼，也不敢在一个副局面前放肆。急忙跑过来，将合同给到赵安手上。赵安仔细看了看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上面有陈梅的签名，还按下了鲜红的手印。这是不是你母亲的手印？刀三拿到了手中，他一眼就看出这份合同是伪造的，上的签名根本不是自己母亲的签名。周海，你倒是好啊，为了侵占我家的房屋，竟然伪造合同。你说伪造就伪造啊，上面分明就是陈梅的签名。刀三的母亲已经去世，想要印证笔迹已经是死无对证，这也是周海夫妇两人的底气所在。就在他们露出胜利的笑容时，刀三拿出了一封信件，递给赵安。这封信是我母亲写给我的，你一看便知道真假。刘红夫妻俩闻言，面色微变，开始有些紧张起来。刀三的母亲在他入狱的不久后过世，期间还是写过几封书信，被他珍惜地保存了下来。赵局，你自己甄别一下。赵安没有看上面的书信内容，只看了落款署名，两相对照之下，笔迹并不一致。他瞬间知道那份合同就是伪造的。你们知道伪造合同是犯法的吗？见到赵安发怒，刘红当时就慌了，连忙跪下。赵局，我们不是有意的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我就说呢，刘红怎么就住进了陈梅的家里？当时他就跟我们说，陈梅需要钱治病，将房子卖给了他，没想到竟然是伪造的。刀三，我们好歹邻居10几年，你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房子我们还给你，我们立马搬出去。赶紧搬走，至于你怎么处理，那是赵局长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赵局，此事处理不妥吧？这个小子打了我，属于袭警，你就这样放了他？滚！我怎么做事还用不着你来告诉我。假如刀三是一般人，今天赵安绝对会将他带回去，毕竟袭警的罪名可不小。但对方是西里监狱出来的，赵安就要慎重考虑。男人在监狱5年获得100年内力传承，回来却发现母亲被娘家害死。他来到母亲的墓碑前，竟然有香烛在燃烧。刀三自小跟母亲生活在连城，却没有听说这边还有亲戚。然而他没想到过来的是他刀三5岁的女儿。妈妈，我们回去了吗？回去喽。小扣扣拜完奶奶，当然要回去了。女子打开车门，将小女孩放到座位上。妈妈，别人有爸爸，为什么我没有爸爸？女子放在方向盘的手猛地一降。当年叶家的人给刀三安插了数十条罪名，其中就有强奸罪，让他不再原谅刀三。不过1个月后，他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当柳莹莹想要去找陈梅打听刀三的服刑的监狱时，恰好陈梅在医院去世了。在办完陈梅的丧事之后，也没有找到刀三服刑的监狱。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了下来。你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妈妈，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同学都说他没有爸爸，每次他无从反驳，只能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承受着这些嘲笑。小女孩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有一个爸爸，每次都会将自己抱起来，举高高的亲她的脸颊。柳莹莹看到了女儿眼中的渴望，心底绞痛。这样的问题不知道问了多少次，不忍心掐灭女儿的希望。你爸爸以后一定会回来的，到时候他一定会给扣扣带很多礼物。柳莹莹苦笑，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。对方犯了滔天罪恶，被判了无期，在哪里服刑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回来呢？山上的刀三静静跪在墓前，像一个无助小孩一般，在风中凌乱，不知所措。他很想告诉母亲，自己并没有杀人，更没有犯下那些滔天的罪恶。他的儿子在监狱里面不仅没有沉沦，反而为国而战。
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令敌国颤巍。他依旧是那个能够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，但是这一切他母亲都听不到看不到了。刀三回到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逐渐灰暗，屁股还没坐热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刀三跑去开门，一个清秀的女孩映入眼帘。刀哥，我奶奶让我送点饭给你。不谢了。刀哥，你真的犯了那些事情吗？刀三一听，微微抬起头。你相信吗？罗燕低头沉思的一会后，抬起头来，眼睛散发出神采。我不相信。在他心里，刀三一直是一个优秀的人，绝对不会做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。我被人冤枉的。我就知道，峰哥你一定不是那样的人。峰哥，能不能陪我去趟学校？没问题。你在哪所中学毕业的？就是你的母校，连城实验中学。你是什么人？进去干什么？我跟刚刚那个女孩一起的，以前也是这里的学生，想进去看看母校一眼。临近年关，很多曾经在这里毕业的人也会回来看一眼学校，顺便看望一下曾经的老师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保安并没有为难刀三，让开了路，给他走了进去。人家都是混好了才会回到学校看望老师，一个骑着电动穿着寒酸的人也学人家回学校。青青，听说你这几年都混得不错，在省城买了房子，还换了新车。小小的一点成绩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你就不要在我们面前谦虚了。据说最近学校重新修建教学楼，你还给学校捐助了100万呢。跟我们学校当年那位天骄学子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众人一听，纷纷面露异色。那位确实曾经是一位天才，学校的骄傲，高中就品学兼优，就读大学期间已经成功创业，到毕业的时候身价数亿，直接给自己的母校捐赠了一栋教学楼。据说那位学长已经坐牢了。是呀，听说犯了很大的罪，几乎没有出来的机会了。此时前方的刀三将几人的话听在耳中，自然知道他们口中所说的耻辱就是自己，不由竖起了耳朵听了起来。你们别胡说。青青，你还别不相信，当时新闻都播出来了。好了，不要说人家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人家对母校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。混得这么差，还有脸面回母校？混得怎么样？你管不着。再说这里不是你家的私产，也不该是你管的事情。男人被堵得哑口无言，感觉没有颜面，刚想要发作，那名叫青青的女孩走了上来。学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唐突了。刀三对这名青青的女孩子印象很不错，起码刚刚他们谈论自己的时候，并没有多大的偏见。自己来到了这里，并不想闹出什么事情来，免得当年那些熟悉的老师出来看笑话。没关系，这个学长的面貌很熟悉，不过是一个混得不如意的失败者而已。他好像刀三资助教学楼的那个学长。爸爸。刀三闻言低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粉雕玉琢4、5岁的小女孩扯住了他的裤脚。小女孩很可爱，圆溜溜的大眼睛仰视着他。你为什么叫我爸爸呀？我见过爸爸的照片，你就是我爸爸。未婚男人坐牢5年出狱，小女孩看到不但没跑，竟然拉着他叫爸爸。刀三忍不住捏了捏他圆嘟嘟的脸颊。我不是你爸爸，你家大人呢？你就是我爸爸，你长得跟我爸爸一模一样，我家里有照片。这个小女孩是谁啊？好可爱啊！好了，你赶紧去找你家大人，叔叔要走了。爸爸，不要离开Coco好不好？哥哥不是你的爸爸，快回去找你家的大人。莹莹，我代表学校感谢你了。陈老师，你说哪里话？学校培养了我，为学校做点贡献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柳莹莹这次回到母校，准备资助学校修建教学楼，两人商谈的事宜已经接近了尾声。这时，小女孩一看到柳莹莹，急忙跑了上来。妈妈，爸爸不要我了。柳莹莹一听，心头绞痛。最近孩子总是在嚷嚷爸爸，让她很是头痛。扣扣别哭，小扣扣那么可爱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刚刚我看见爸爸了，他没有要Coco。扣扣别胡说，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怎么会看到他？柳莹莹心中一痛，忽而又想起了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，看着女儿的哭声，心中的恨意又加重了几分。这个女人可不简单。她是谁啊？她可是连城柳家的大小姐，梦思公司的董事长，好像叫柳莹莹。哥，我带你去买2件新衣服过年吧，你们自己看看吧。哥，这件好看，穿着阳光还帅气。要是不买就不要死，收拾起来麻烦死了。你什么态度？没试过怎么知道合不合适？再说了，这些不都是你的工作吗？销售员见到罗燕气冲冲的，顿时也来了脾气。死了你们也不买，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口袋没有钱，就是故意来试衣服的，然后跑去网上买同款的。就你们这些个穷鬼，还想要什么态度？小燕，不用理会他们。这种小人物，换刀三以前的话，连正眼都不会瞧，更别说是争吵了。看，我猜的没有错吧？压根就没有打算消费，只是想来试试试衣服的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走了进来，听到了2名销售员的话，眉毛紧蹙，脸色阴沉。
薇姐，刚刚还趾高气扬的两人瞬间低下了头，气势瞬间消散了。女子正要出口训斥两人的时候，目光看到了刀三，顿时一愣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。你是刀三？苏薇薇，刀三万万没想到，竟然会在这里遇上了老熟人。一旁的两名销售员一听，心里咯噔起来，面色变得十分难看。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死穷鬼，竟然认识老板娘。你不是已经一言难尽，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。安全出来就好。你要买衣服吗？这家店铺是你的吗？结婚以后，我一直在这里经营这家店铺。刀三心中感叹，没想到他已经结婚了。不过细想之下又释然，自己都是已经快30的人了，岁月不饶人啊。想好了什么款式拿就是了，算老同学送给你的见面礼。刀三没有拒绝，不过也没有白拿的意思。薇薇，你这家店铺看起来生意不怎么样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快要倒闭了。你要是需要衣服，就多挑选几件。刀三并不觉得意外，刚想要说话，这时门外走来了几个人，身穿西装制服，貌似是商场的工作人员。舒小姐，你的店铺已经欠了几个月租金了，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我们要封店了。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？我筹到钱立马缴纳租金。不行，已经给你很多的时间了。如果店铺被封，苏薇薇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老公已经将自己的房子卖掉，将钱全部输完了。你们再给我1个月，1个月我一定将拖欠的租金缴足给你们。你们赶紧出去，我们要上锁了。苏薇薇闻言，面如死灰，眼中的光彩瞬间暗淡下去。这时外面的走廊，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经过这里，看到了店铺喧嚣，不由停住了脚步，走了进来。经理，您怎么来了？男人是商场的总经理，名叫郑国忠。这座宏大的商业广场就是他一手规划起来的。郑经理，求求你，先不要封我的店好不好？郑国忠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，知道对方有个不争气的老公，以前还经常来店铺要钱，没有少闹事。苏小姐，商场有规定，宽容你几个月已经是极限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他刚说完，准备离开，但是目光注意到了一旁的刀三，惊得张大的嘴巴，眼珠都几乎掉了下来。刀总，商场的管理人员惊住了，就连苏薇薇也已经惊住了。没想到刀三竟然能够让眼前商场的总经理如此惊骇，而且称呼充满了尊敬。眼前这个郑国忠，正是刀三以前公司的一名员工。当时的刀三不仅提拔了他，成为了公司高管，甚至给了他一些股份。老郑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刀董了。不，您在我眼中依旧是那个刀董。对于刀三当年的知遇之恩，他一直缅怀于心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至于刀三后面的发生的事情，他作为公司内部员工，自然知道野刀三的入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，完全是刀三那位室友。现在公司的董事长联合刀家，给了刀三致命的一击，但是面对刀家，他一个小小的员工是完全没有能力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刀三入狱。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不再是你们当年的董事长。要是你觉得我在你眼里还有点面子，就理解一下我这位同学的处境。刀董，我不知道苏小姐是您的同学，是要知道我死也不会为难她，将苏小姐之前的租金给免了，以后不能再为难苏小姐。苏薇薇双眼通红，感动的有些说不出话。刀三，谢谢你。说那些干什么？难得老郑愿意卖我这个老上司的面子，你应该感谢他。谢谢郑经理。苏小姐言重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刀三目光瞥过郑国忠，暗叹自己当年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能力出众，为人敦厚，知恩图报。刀董，老郑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先跟老同学叙叙旧，一会我到你的办公室找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等着。男人蹲监狱5年，出来后发现小灵通居然没信号。他来到手机店，一部智能手机竟然敢要7000，前女友要帮我付钱，可他衣服连口袋都没有。说完就开始摆弄他的手机，完全没有要拿钱的意思。喂，你的店铺经营不善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这点钱我还是能够付得起的。刀三掏出了一沓现金，在销售员怪异的目光中给了7000元。他虽然刚刚出来，但是身上的钱并不少。当时在监狱，军区并没有将他当作简单的犯人对待，知道刀三是冤枉入狱，让他训练神州卫，并且带领那些军人四周征战。军方原本有意给刀三洗白冤情，不过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血仇，他要亲手还。临走的时候，军方原本打算给他一笔费用，他并没有接受，只是要求带几万块回来维持生活就行。刀三突然想起了郑国忠的事情，他需要去见见这个现在执掌连城商场的人。郑国忠心里面有些踌躇难决。云峰集团当年在刀三的经营下，至今已经资产过百亿，在整个连城都是龙头企业。可以说，云峰集团能够有今天的规模，完全是刀三当年的功劳，跟现在那位董事长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郑国忠现在犹豫不决，是不是要帮助刀三重掌云峰？这是一场豪赌，要是成功，他更上一步；要是失败，他会失去生命。那个男人比当年更加锋锐了。刀三上到5楼，来到商场的办公区域，刚想要进去，却被2个保安拦住了去路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来找郑国忠的。我说你是谁呀？
我们经理是你说见就能见的。去，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，我们经理没有空，滚一边去。难道这是郑国忠安排的？刚刚不过是故作热情，其实心中还是不想见自己。你走不走？办公室里面的郑国忠听到了外面的喧嚣声，当他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探出脑袋看到外面的一幕，大吃一惊，急忙走了出来，面色阴沉的来到了2名保安前，心里愤怒到了极致。郑国忠，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有人找我，直接放人进来。好了，别说那要多，进去再说。老郑，你也算是混出头了，在公司也算是说一不二的人了。刀董，要不是你当年的提拔，我哪里会有今天？这些跟你的努力和能力离不开关系，不用刻意奉承我。我只知道当时是刀董帮了我，这点就够了。你先坐下来，跟我说说集团这几年的变化。他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，这是他夺回公司的关键之处。刀董，当时您的股权只有15%被拍卖，剩下的55%是不是还在您的手里？不错，还在我手里。郑国忠一听，吃了定心丸一样的表情，松了一口气。刀董，欢迎您随时回到公司，带领我们再创辉煌。我回去那是必然。刚刚你要是有丝毫的动摇，你今天所拥有的，过不了多久都会失去，变得一无所有。你通过考验了。这句话让郑国忠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，幸好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不然他知道自己的下场跟刀三说的无异。好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召开董事会？到时候我会给萧军一个惊喜。现在已经年底了，大概过几天就会召开董事会，到时欢迎刀董众归云峰主持大局。很好，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有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刀董，要不跟我出去吃个饭？不用，我同学还在等着我呢。记住，不要泄露我回来的消息。刀董这次是把握十足啊！如果这次能够顺利，我在公司的地位一定能够再上一个层次。男人被亲生祖父暗算，冤屈入狱。意外之中，一位古怪的老人强行将他那千年积累的力量传给了他。出狱后，他发现自己昔日掌握的100亿企业已落入老友之手，甚至连母亲也遭到了不幸。他先回到家夺回被邻居霸占的房子后，邻居找社会大哥要报复他。周海，你小子怎么给人弄成这个样子？没用的东西，以后不要说是跟我混的。老板，不是我无能打，是那小子实在很能打，而且刚刚坐牢出来，加上遇到赵安，才将我给弄进去的。能打，还有能比我谢海生更能打的。以他兵王的实力，在连城也找不出几个能打的，除非那些大家族供奉的武道高手，不然能够让他谢海生放在眼里的还没有几个。老板，这个场子您一定要找回来呀！虽然打的是我，但是落的是您的颜面啊！你回去将那小子弄过来，到时我自然有办法收拾他。老板，我家附近有个小妮子，跟他关系很不错，我们只要将他绑来，到时候他还不是任由我们拿呢。而且那个小妮子漂亮，到时候老板你可以尝尝鲜嘞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你叫上强子，赶紧去办了，到时将人带到13号拳场。罗燕在回家的路上正走着，突然一辆小车急速驶来，几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迅速下车，将他的嘴巴捂住，强行将他拖入车内。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连呼喊的机会都没有。转瞬间，车子如离弦之箭般飞驰而去，转眼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刀三躺在床上，回忆起母亲的丧事。六婆提到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帮忙，他猜那人是柳莹莹。毕竟生死之事，只有深厚的关系才能相助。他心里想着，若有机会见面，定会感谢他。正当他释然，准备入睡时，手机响起悦耳的铃声。你就是刀三？不错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你不要管。罗燕这个小妮子在我手里，要想救人就来城北13号拳馆。哥，快救救我！你赶紧过来，不然保不准你来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美人了。老板，那小子已经过来了。还真敢来，你下去将他带到这里来。强子点了点头，走到了门口，顿时发现了刀三。你就是刀三，我们老板叫你到上去。刀三跟若强子直接来到了谢海生的面前。我的人呢？将人带出来。放了他，放了他！你打了我的人，还想放了他？老板，千万不能放了这小子，弄死他！谢海生绑架一个女人，你也太掉价了吧？掉什么价？这小子打了我的人，不给点教训，我以后还怎么在连城混？怎么是他？青青，你认识那个人？我在学校见过一次，好像我以前的一个学长，不过应该不是他。可惜了。小兰，可惜什么？一看他就是得罪了谢海生，这个人狠毒得很，得罪他还能活。柳三刀还算是有些底线的人，但是谢海生不同，他杀人就跟掐死个蚂蚁似的。这话说的青青心头一惊，默默地关注那边的情况，半颗心悬了起来。你下去好好跟我那个拳手打一场去拳赛，要是不死，我可以放了他。凭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此话一出，谢海生面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这是赤裸裸地打他的脸，尤其还是当着柳三刀的面，以后让他的面往哪里搁？他有些愣住了。
青青，你那位学长恐怕走不出这里了。小兰，有没有办法帮帮他？别说是我，就算我爸过来，谢海生也不会卖面子。谢海生的神色逐渐露出了一丝杀机，刀三却波澜不惊。这点小场面算什么？当初面对那些实力骇人的境外势力，他还不是照杀不误？既然你那么喜欢打拳，我就陪你练练。说完，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谢海生的衣领，像拎小鸡一样丢到半空，顺势一脚将他踢向擂台。后者如同风筝一般横飞10几米，一声砸到了擂台上。高手！柳三刀面露震惊，直视着近在咫尺的刀三。谢海生是兵王级人物，实力非凡，自己与他也仅是伯仲之间，难以击败。而眼前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年轻人，却轻易将谢海生一脚踢飞，他到底是什么实力？青青，这个人深不可测啊！你在这里坐一会，闭着眼睛，不要看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要管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成功惹怒我了。我入狱5年，不仅获得而且为国家经济强敌可是刚出狱，小妹却被绑架了。谢海生啊，谢海生啊，你去惹他干什么？刀三将他四肢尽数碾碎，无尽的痛苦让谢海生面容都扭曲了起来。此时他心中充满了懊悔，自己好好的为什么要招惹这样一个杀神？谢海生呼吸都变得短促起来，不过终究是兵王级别的人，依旧没有死去。刀三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他好，直接上前，一手掐住谢海生的脖子，将他拎了起来，神色冰冷，一丝杀机闪过，用力一拧，谢海生的头顿时歪倒，整个人已经断气死透了。叱咤连城，盘踞10几年的江湖大佬，就这么被人捏死了？现在的劳改犯都这么厉害了吗？柳三刀此时害怕了，即使如他，有着过江龙的称号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生死大战的人，在刀三那种死亡凝视的眼神下，也开始瑟瑟发抖。在这个男人面前，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死法不会比谢海生好多少。那个和谢海生不是一伙的，一个不说的理由，或许我对你还有些用处。这个理由不算充足，保不下你的性命。要你不嫌弃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，任你差遣。刀三打量了一下柳三刀，心中权衡利弊，似乎以后行事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的存在，以后办什么事都会方便很多，起码不用事事亲自出手。你的命保住了，人头暂时让你保存先，将这里处理干净。还有这个人，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他，懂吗？刀三指了指一边倒在地上的周海，后者一听，面色狂变。刀三，我们好歹也是多年的邻居，不要杀我啊！刀三一脚将他踢开，带着罗燕向外面走去。柳三刀知道接下来需要做什么，在拳馆展开了一番血洗，凡是谢海生遗留下来的事，今晚将会被全部清除。好了，没有事情了。刀三恢复了那种平和儒雅的笑容，完全没有了刚刚那种凌厉的杀气。哥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我害怕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刀三取了停在门口的小电驴，再若罗燕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之中。他给我插。爸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废材，还能怎么办？将幕后的凶手查出来，派出家族的供奉，将人头给我提回来。陈家之前拿下了一块地，准备开发一片盘口，现在正是准备拆迁的关键时期。原本想让谢海生出手，低价拆除那一片旧楼房，这样能够省下大笔的拆迁款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情要拖上一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办啊！我马上就办。云峰大厦是连城的最高建筑，也是其地标，由云峰集团投资20亿建造。在云峰大厦的顶层办公室中的萧军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全城。他无心欣赏美景。自刀三入狱后，萧军拿到了部分股权，但仍有55%的股权下落不明，令他心头不安。真是死也不让人安生。萧董，今年的董事会已经安排妥当，就在3天后，您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？按照既定日程召开。几乎在云峰集团宣布召开董事会的瞬间，刀三便收到了郑国忠的通知。他挂断电话，心中暗自决定要给当年的同窗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如果没有萧军的帮忙，刀家当时也不可能那么轻易的陷害他。刀三万万没想到，最信任的人竟然在背后捅了他一刀。如果不是入狱，我的母亲或许不会死。云峰集团的得失，他可以毫不在意，但母亲的死却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刀三恨不得血刃当年的那些人。3天后，他不仅要夺回属于他的公司，萧军的性命也必须用来祭旗。只有鲜血才能洗刷这无法消除的仇恨，没有人能阻挡他复仇的步伐，即使是刀家，他坚信那一天不远。昔日好兄弟不但夺我凯翼资产，还勾结刀家将我陷害入狱。万万没想到，监狱里的一位老者承受给我无尽的力量。5年后，当我重获自由，发现将要拆迁房子竟然被邻居强占。邻居被我殴打后不但不服，还找人来报复。我打杀报复的人，却又引来了大家族的注意。柳三刀，你杀死谢海生，肆无忌惮地蚕食了他的地盘，真不将我陈家放在眼里。柳三刀闻言，心中苦笑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陈家果然还是找上门来了。车少，谢海生并不是我杀的。说完，偷偷看一眼刀三，发现始作俑者面无波澜，镇若泰山，老神在在的坐在一边。
柳三刀，无论谢海生是谁杀的，你蚕食了他的地盘，这件事情跟你少不了关系。陈轩自然知道谢海生不是柳三刀杀的，不过他需要给家主一个交代。这个交代只能是铲除柳三刀，对他来说，谢海生怎么死的倒是成了其次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住自己的继承人位置，将柳三刀的人头提回去交差。是不是你杀的已经不重要了，你只需要知道今天你必须死就行了。车色，你要干什么？还问我干什么？动手！且慢，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阻我？陈轩皱了皱眉，话还没说完，简直飞出去。陈家大少名声不小，杀了他们，全部杀了。陈家是连城最大的家族，他作为陈家子弟，还是指定继承人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耻辱？陈家花大价钱请来的供奉立马回神，面色阴沉的向刀三走来。你想要怎么死？你有这个实力再说。找死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这是在找死！柳三刀看得目瞪口呆，就差下巴没掉在地上了。他以为刀三杀谢海生已经够狠了，没想到对陈家大少爷同样是手段狠辣。你究竟是谁？按理说，小小的连城不会出现如此恐怖的人物，但是偏偏出现了，还被自己遇上了，仅仅一招就让自己毫无反抗之力。你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，要是不想死，就带着这个垃圾管走。陈家的势力不仅仅是在地下势力，还有事关场上的关系。一旦对方利用官府的力量要铲除我们，后果很难想象。你放心，小小一个陈家还不能将我怎么样。你帮我办好事情，保你安全，起码官方那边你不用担心。刀先生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下令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按照我之前说的，筛选一批出色可靠的人，随时听我调动。我立马就办。如果陈家再来找你麻烦，你可以通知我，由我来摆平陈家。刀三淡然道，神色中毫不在意陈家。他若愿动用神州卫之力，陈家不过弹指可灭。然而神州卫乃定海神针，非万不得已不可轻动，影响甚大，牵动众多神经。出到了外面，刀三跨上了那辆罗燕家里8成旧的小电驴，慢悠悠离开。后面的柳三刀嘴角抽了抽，刀先生就开这样一辆小电驴，心里暗暗琢磨，是不是要给刀先生送一辆匹配身份的好车？废物，一个小小的柳三刀都收拾不了。那个柳三刀倒是没有什么实力，凭借我们的力量，完全可以将他拿下。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冒出一个狠人，连万供奉也不是对手啊！陈红压下怒意，转头看着那位陈家供奉。国华，你说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家主，这件事情确实不怪少爷，那个狠人确实不一般，基本已经可以确定谢海生就是对方所杀。万国华对刀三的一脚还心有余悸，至今他都气血翻腾，伤了不轻。尽管他不是练武之人，但身居高位，对武道世家的实力也有所耳闻。若对方真是武道宗门的传人或世家弟子，他不敢再追究。陈家承担不起那种超大势力的怒火。此事先放一放，查清楚再说，切记不要惊动对方，更不要盲目起冲突。万国华点了点头。好了，您先下去，带这个废物去医院。是被关了5年，回来却得知前女友却过得不幸福。后来不仅酗酒，还每天晚上都要用小皮鞭推他。于是我去偷偷见了他。就在这时，店铺外面来了一个男人，年纪差不多30岁，对方面色阴沉，一脸怒意走了进来。苏薇薇，你为什么把我妹妹开除了？眼前的男人正是苏薇薇那个沉迷赌博、败光家业的丈夫。他常来苏薇薇的店里要钱，不给就闹。你妹根本不合适这份工作，她继续在我这里早晚得倒闭。再继续下去，我和儿子连饭都吃不起了。苏薇薇，这是你的事情，你赶紧让他们回来上班，要不你就赔他一笔钱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果然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钱。苏薇薇眼神中露出了绝望，不幸的婚姻生活已经让她心力交瘁。苏薇薇绝望地看了一眼吴东，再看了看刀三，心里有了一丝勇气。吴东，你妹我不会让她回来上班钱，我也没有。吴东闻言顿时发作了，上前一把薅住苏薇薇的头发，就想一巴掌扇下去的时候，发现她的手被一个人紧紧捉住，如千斤般让她动不了分毫。你就是薇薇老公？你是谁？我们夫妻的事情你管不着。我是管不着你们，不过你要是打人就不对了。人可以不要脸，但是不能无耻。他没想到多年未见，苏薇薇最后竟然选择了这么一个男人。婚姻不幸啊，大庭广众之下都敢这样打他，可以想象背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多么不堪。好你个苏薇薇，我没说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原本我还不信，看来他没有骗我，你这个贱货。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弄死你这个臭三八！吴东冲上前作势要打，苏薇薇吓得后退几步，脸色苍白。刀三急忙拦住吴东，有奸夫护着你了，看我怎么将你们2个狗男女一起收拾。怒中的吴东失去理智，向刀三挥拳。在刀三看来，这些威胁如蚂蚁撼树，毫无意义。他一把抓住吴东的手臂，一脚踢出，吴东横飞出去。这种人只会欺负老婆，对一些稍微强硬的人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比周海之流还要不堪。竟然敢叫奸夫打我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薇薇，实在不行就离了吧。他会杀了我的。
苏微微颤声道，话语中带着无尽的恐惧。她长期遭受家暴，生活如同地狱。刀三深知她性格懦弱，面对吴东的威胁，大概率会选择妥协。你不帮帮微微吗？刀三心中无奈，对于别人的家事，他真的不好插手。不过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的老同学受到这样的遭遇。微微，这种人太危险了，你可以暂时分开，离不离婚由你决定。如果你害怕回去，我会叫郑国忠安排几个人保护你，无论你选择如何，他都不会再威胁到你。苏微微闻言，抬头擦干泪水，点了点头，眼中的惧怕逐渐消散。刀三安慰了她几句，随后打电话给郑国忠，安排几个商场保安护送苏微微回去处理事情。即便不离婚，也必须分开住了，继续住在一起。不知道苏微微会被打成什么样。几天不见罗燕踪影，刀三决定去看看她。六婆家离刀三家只有7、8栋房子，不算远。途中他遇到了一些邻居，有些关系不错的会打个招呼，关系差的则撇过脸去，甚至幸灾乐祸的议论他。刀三走远后，身后传来议论声。刀三这孩子将来找工作怕是难了。哼，活该，犯法就该坐牢。这种人已经废了，谁会要他？刀三曾是优等生，有一番作为，如果不出事，绝对是邻里难以企及的高度。有人羡慕，也有人妒忌，看不得陈没有这么出色的儿子。现在刀三这样落魄，引来了不少的嘲笑声。出狱第3天，竟然被邻居家女孩拉去同学会，没想到遇到公子哥过来求婚。燕燕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简直要浪漫死了！吴少多好的一个人啊，你赶紧答应啊！燕燕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遇上，终究是涉世不深的女孩，慌神中全然没有了主意。还是那名叫秋红的女孩拖拽了一下罗燕的袖子，给了她使了一个眼色。吴昊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罗燕话音一落，秋红松了一口气，她生怕罗燕心神慌乱下答应了吴昊。吴昊的品性谁不知道，她不希望自己最好的闺蜜就这样往火坑里跳。罗燕的拒绝，四周的呼喊声顿时停了下来，气氛有些怪异，变得鸦雀无声。原本以为吴昊特意搞出这么一个表白仪式，罗燕会被吴杰拿下，不曾想竟然会遭到拒绝。吴昊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一片火辣，就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，颜面全无。燕燕，你再想想啊，吴少这么多年喜欢你，你怎么忍心拒绝他？涂行义，你干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是为了燕燕好，好不好？燕燕不会选择吗？要你多嘴。吴少有什么不好？别以为读个好点的大学就了不起，在吴家看来什么都不是。你就算读大学出来，奋斗一辈子也达不到吴少那种高度。秋红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没想到这个关系还算好的同学竟然是这副德行。燕燕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吴昊，你不用在我身上花心思了，我不会答应你的。刀三默默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没有出言打断这出好戏。只要对方不强迫罗燕做什么，他不会插手。罗燕的再次拒绝，顿时让吴杰面子挂不住了。他之前追求的女孩，那个不是主动投怀送抱，想到自己苦苦追求罗燕，每次都是遭到无情的拒绝。对方的一再拒绝，让吴昊心中怒火蹿上了大脑，恼羞成怒下将花猛地一扔。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你答应也要答应，不答应也要答应。吴昊，你要干嘛？他没想到当着10几人的面，竟然对自己动起手来。反观那些同学，个个冷眼旁观，并没有出言劝阻的意思。吴昊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李秋红，你滚一边去，不关你的事情。秋红，吴少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放开我！罗燕不断的拍打吴昊捉住他的手，极力挣扎。吴昊不再掩饰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转身拉着罗燕就要走出包厢。下一刻，一个男人拦在他面前，放开他，滚一边去，别坏老子好事。刀三直接捏住对方的手臂，稍稍用力，吴昊便惨叫起来。巨大的痛疼让他放开了罗燕，后者急忙收回手臂，躲到刀三的身后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没想到竟然有人敢招惹吴昊。要知道吴昊家里有钱，在连城有不少生意，因为生意场上的缘故，据说跟柳三刀的关系都算不错，相互间频繁往来。这段时间里，柳三刀势力大涨，地盘已经延伸到了城北一带，这让吴昊更加嚣张，这是他敢对罗燕用命的底气。此时，那名叫秋红的女孩也是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刀三，之前看着不起眼，没有想到竟然敢打吴昊。剩下的人更多的是用可怜的目光看着刀三。吴昊捂着通红的脸，狼狈在地上打起来，双眼通红。你小子有种！惹了吴少，看你怎么办！吴杰拿出手机，直接拨通电话摇人。不一会就进来了几个年轻人，痞里痞气，打扮潮流，一看就是混场子的。吴少，叫我们兄弟什么事情？女人竟然被富二代强行求婚，被拒绝后不但不离开，还要强行洞房，被我打飞。非但不服，还找来混混报复。就是这个小子，赶紧弄死他！哥，你打错人了，是那小子。打的就是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！这一幕将所有人都镇住了，怎么不按照剧情发展呢？混混头子不是吴昊叫来的人吗？怎么反倒是他们被打了？李秋心里狂震，这个男人恐怕不一般。刀先生，这件事情回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小燕，我们走，你这些同学不聚也罢。将他们几人全部给我带到地下室。
求你放过我，不要带我下去。我爸跟你们柳哥关系很好，千万不要这样了。吴姐此时说话都开始哆嗦起来，将最后的一丝希望放在了自己的老爸身上。你爸也保不住你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。带走。哥，对不起。说什么话呢？记住，不是所有同学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以后跟这些人少些往来。刀三说的是事实，今天的事情要不是刀三在，后果很难想象。一群同学个个冷眼旁观，即使罗燕被强行带走，他们也没有出手帮忙的意思。这些同学不要也罢，唯一能让刀三刮目相看的就是那名叫秋红的女孩子。虽然她的帮忙十分无力，但终究是直言相助，有这样一份心就很好了。喂，你们两个还有没点良心啊？丢下我就跑！好你个罗燕，见色忘友！哪有色？哼，入教室期的还不承认？他是我哥。罗燕一直将刀三当成自己的大哥哥，刀三也将他当成了妹妹，并没有李秋红想的那样复杂。真的？那我可要下手了。哥，你起晚了，秋红都不知道催了多少次了。才10点多，不算晚。秋红，你看那是谁？怎么那么像心仪？我还以为他怎么会穿着一身名牌，看他家里也不像有钱的样子。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，无论是李秋红还是罗燕，对涂心怡都已经极度反感，关系急剧下滑。昨晚他不仅没有帮罗燕说话，反倒是不断撺掇罗燕答应吴昊的请求，想想都令人恶心。刀三也饶有兴致地看过去，只见奢华的店铺里面，涂心怡打扮得十分妖艳，脸上涂着厚厚的妆容，踩着一双高跟鞋，身边挽着一名臃肿秃头的男人，两人的样子十分亲密。刀三恍然大悟，一看就是傍上了大款，怪不得这么势利。罗婉见到刀三就没有好脸色，真不要脸！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秋红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罗燕心软，对方这种事情一般是不敢见人的，大家毕竟几年同学，罗燕还想给对方留一些面子。你也不想想，昨晚他是怎么说你的？好吧。心怡，怎么这么巧啊？秋红，怎么是你吗？嘿，涂心怡，你身上的这些衣服就是这来的，你织的吗？我怎么了？我有什么错？哟，涂心怡，你还挺长脸的。李秋红不屑的道，她最看不起这种女人，为了一点利益就献身，恨不得爬上老男人的床。最让可恨的还是昨晚的事情，李秋红的话就像是一根长矛，将涂心怡心底的那点防线猛地戳了个大洞。李秋红，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有我的家境？我追求好一点有什么错？什么追求好一点？说得好听，虚荣心作祟。涂心怡被堵得哑口无言，所有的辩驳在眼前的事实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她似乎受到了天大的委屈，猛地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李秋红冷眼旁观，对这位昔日关系还不错的女孩根本没有丝毫的同情。这一幕震惊了店铺，引来了无数目光。奢侈品店有人带小三来购物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大家也见怪不怪。但是像涂心怡那样理直气壮的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此时，涂心怡身边的那名臃肿老男人见此，勃然大悟：哪里来的小丫头？哪里来的你管得着吗？没教养的丫头，我帮你父母教你。小姑娘不懂事，你何必这么生气？秋红，别说他了，我们走吧。终究是一场同学，虽然昨天涂心怡的话有点过分，罗燕也不想闹得对方太难看。爸爸，刀三一愣，转身一看，这不是前几天在学校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吗？刀三有点惊喜，没想到在这里给遇上了。他入狱第5年，获得无敌修为，出狱后竟然连亲生女儿都不认识。小宝贝，我可不是你爸爸哦，不能乱叫哦。你就是我爸爸。几位客人不好意思，这位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不要姐姐抱抱，我要爸爸抱。秋红和罗燕都有点惊住了，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是柳家大小姐的女儿。罗燕感到有些惊奇，秋红并不意外。柳莹莹未婚生子，曾经成了整个连城的笑柄，她家里作为几个家族之一，对这种事情自然十分清楚。来，给叔叔抱抱。我在这里等你们，你们先去挑东西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小孩子打扰了您了。没事，小女孩我也挺喜欢的。你可不是叔叔哦，是我爸爸。不许乱说，我怎么可能是你爸爸呢？小女孩一直简直刀三爸爸。那名销售员脸色有些怪异，难道这个人跟我们董事长有什么关系不成？扣扣，叔叔送你一盒好吃的。谢谢爸爸。以后不许叫我爸爸，知道吗？一个小女孩当众叫爸爸，被人知道还不让人笑话。小女孩一听，收敛了笑容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刀三。你这样叫会让人笑话叔叔的。你就是我爸爸。刀三的样子在小女孩的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，只是刀三不知道，眼前这个小女孩是她的亲生女儿。她无论也不会想到，当年的柳莹莹已经怀孕，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老贵，我们买好了。几人准备离开，扣扣急忙抓住了刀三的衣服，抿着嘴不肯让刀三离开。爸爸，不要离开扣扣好不好？同学笑话我，舅舅还会骂我。刀三看了看那名销售员，
扣扣，叔叔要走了，你妈妈一会就回来了。我要爸爸。叔叔要走了，以后叔叔再来找你玩好不好？扣扣默不作声，刀三趁机转身跟罗燕离开。扣扣刚想追上来，那名销售员急忙将他抱住，他可不敢让董事长的女孩有半点意外。就在几人刚出到店铺门口的时候，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，此人正是柳莹莹的那位叫萱萱的秘书。她在看到刀三的一刻，明显愣住了，不过她很快就摇头。柳莹莹的男友扣扣的亲生父亲已经进了监狱，不可能是他。刀鬼，你魅力还真不小，没见刚刚那位美女盯着你看。扣扣怎么不开心呢？姐姐，扣扣又见到爸爸了。萱萱闻言，想起刚在门口见到的那个男人，下意识的回头一看，对方已经走远了，消失在人群当中。爸爸还送了扣扣礼物。他想起刚刚那个长得酷扣扣爸爸的男人，猜测勾起了扣扣对父亲的思念。对方长得确实很像，如果自己不知道对方待在监狱里，恐怕也会将他当成了扣扣的爸爸。扣扣，我们先回去好不好？妈妈，扣扣今天乖不乖啊？扣扣今天很乖，扣扣今天又见到爸爸了。扣扣又胡说。扣扣没有胡说，爸爸还送了扣扣礼物，你看。莹莹，这件事情我刚好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情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我今天跟扣扣去了连城商场，遇上一个人，跟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他才入狱5年，怎么会活生生的出现在这里？莹莹，是真的，扣扣见到他直接叫爸爸，如果不是长得很像，我想扣扣是不会乱叫的。珊珊，会不会只是长得很像？我只是见到一眼，回头我想留住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。当年刀三被判了无期，至今在哪座监狱服刑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，一个长得像的人而已，并不是他。如果是他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交代下去，如果店里再见到那个男人，一定要留住他，通知我。萱萱点头答应。好友不但抢了我市值100亿的公司，还一拳用力砸我心爱的办公桌。肖董，如果按照你的改革，我们大家接下来都退出董事会算了，分明就是稀释我们手中的股份。我不会同意的，这样的改革以后完全就没有了我们的立足之地了。安静的会议室顿时议论声一片，变得喧嚣起来。萧军见此，面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各位，我规劝大家还是同意通过的好，不然我就很不考虑大家的人身安全了。萧军，你什么意思？怪不得你今天叫人将公司严密把守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大家都是辛苦打拼，当年在刀三的分配下，我们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股权。现在你一句改革，就要稀释我手中的股份，你想屁吃？萧军冷笑起来，随后他拍拍手，事先就埋设在四周的刀家打手纷纷涌入了会议室。你们要是听话，老老实实通过这次的表决，自然是好言相待，不然楼下的风景很漂亮。你们谁想先下去看看？萧军，你这个小人，当年就用卑劣的手段冤枉刀董，现在又对公司董事压迫表决，你真他妈不要脸！我做董事长这么多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我？公司是在我的带领下一步步壮大到如今规模，刀三哪里比得上我？你既然顽固不灵，就不要怪我狠心了，将他给我拿下。你们不配合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萧军，你不得好死！大家迅速表决，对于董事会的改革，没有意见的请举手。我同意。我反对。刀三，这是我们的集团会议，无关人员出去，尤其是逃犯。无关人员，萧军，我的公司落到你的手里，我就成了无关人员，你恐怕忘记了吧？我手中还有集团55%的股份，我依旧是集团的最大股东。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我现在就可以罢免你这个董事长。刀三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你手中有那点股份又怎么样？在强大的实力面前，你就像是一个挣扎的蚂蚱，随手可以捏死。当年能够弄你一次，今天也同样能够弄你一次。没想到你竟然还能够活着走出来，不过你放心，一会我会慢慢玩死你，将这个孽种捉起来。终究已经不是当年的时代了，面对有刀家撑腰的萧军，刀董这次恐怕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将公司拱手让人。柳三刀，你要跟我们刀家作对吗？你刀家算什么？我柳三刀要做什么事情，还轮不到你指指点点。找死 ！KO！ 孽种，刀家不会放过你的。还嘴硬，将他带走，不要让他死了。老同学，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萧军，当年我对你不薄，带领你一起创业，给了你最多的股份，可是结果你竟然出卖我。为什么？凭什么你活在光环之中，而我永远活在你的阴影之下？凭什么你处处受人赞美，我却无人问津？你说凭什么？就为这些，这就是你出卖我的理由。多年的同窗之情，终究是受不住嫉妒心的摧残。萧军，今天你自己了断吧，我不想动手。你要杀我？自我了断吧，算是这么多年的同窗，留给你最后的一丝尊严。如果你自己没有选择体面，那么我只能帮你体面。刀三，你赢了。
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萧军走向会议室的窗边，驻足停了下来。楼下的风景真美，如果你还有半点当年的感情，给我家人一条生路。再见了。萧军深呼吸一口气，整个人纵身一跃，所有的董事们都失神地望着窗外，那是萧军跃身而出的位置。大家都有一种不可置信的错觉，萧军就这样死了。小女孩竟然被亲生外婆绑架，不但被冤枉弄坏了玩具，还被舅妈当着小朋友的面用脚踢打。小野种，来我们柳家还不规规矩矩，还敢弄坏我们家的玩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没有弄坏哥哥的玩具，妈，就是他弄的，再打他！还不承认，还敢哭！打死他，打死这个小野种！小野种怎么不去死啊？还敢来我们柳家！他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要冤枉他，舅妈为什么要打他。他越想越委屈，他抬起了可爱的小脑袋，打望了一下四周，看到没有了人，鼓起勇气再次拨通了柳莹莹的电话，几乎是瞬间接通。妈妈，你来到了没有？扣扣别怕，妈妈很快就到了。妈妈，你快点，扣扣害怕。妈妈马上过去。先生开快点。妈妈，扣扣再也忍不住了，哇一声痛哭起来。柳莹莹内心一阵绞痛后，仔细查看了扣扣，发现他浑身红肿。从扣扣脸上的掌印来看，绝对不是小孩子下的手，一定是大人。此刻的柳莹莹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到底是谁会对一个4、5岁的孩子下这样的狠手？她面色阴沉，带着扣扣转身就走，来到了柳家大宅的别墅前。丁雪，是不是你打扣扣了？此时屋内的人都一脸懵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莹莹如此满面怒容。尤其是老爷子，一直以来就不喜柳莹莹，对方竟然当着她的面发脾气，露出了不满的神色。莹莹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个臭丫头，你要干什么？没见爷爷都在吗？柳莹莹母亲苏玉梅生怕给老爷子留下一个不懂管教的印象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责骂柳莹莹。这些年来，苏玉梅一直认为是莹莹未婚生子，害得他们被老爷子赶出家门，对柳莹莹就没什么好脸色。丁雪，我为你话呢，你哑了。丁雪原本看着柳莹莹一脸怒意，有些发怵，但是看到这么多人，老爷子还在。是我打的又怎样？小野种没管教，我出手帮忙管教一番。对方还没说完，柳莹莹二话不说，上去拽住丁雪的头发，一巴掌扇了上去。柳莹莹发飙了，以前跟刀三在一起的时候，连刀三也不敢惹恼这个女人，更别说是丁雪了。柳莹莹，你这个被人睡的婊子，竟然敢打我！又是一道清晰的掌声响起。丁雪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说完，直接将丁雪的头按下，又是几巴掌上去。即使是这样，依旧没有办法浇灭柳莹莹心中的怒火。良久之后，柳岩冲上去帮忙。柳莹莹的父亲柳春东见此，生怕女儿吃亏，急忙上去帮忙，将柳莹莹拉了回来。好不容易才将两人拉开。此时丁雪已经鼻青脸肿，头发凌乱，在一边哭哭啼啼的。柳莹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当着爷爷的面打我老婆！春东，看你教的好女儿像什么样子？莹莹的父亲柳春东伫立在一旁，默不作声。自从继承人的资格被剥夺之后，柳春东在这个家里就丧失了说话的资格。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，连女儿都管不好，幸好没有将柳家交到你的手里，不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爸，你总不能光看莹莹动手，你看扣扣都被打成了什么样子。柳春东选择了站在女儿在一边，他并没有觉得柳莹莹动手就错了。一个小野种，打了就打了呗。就是，再说我也不是无缘无故打他，一个小野种进来就脏了我们的家门，还敢摔坏我们小军的玩具，就该打我。看当年就应该对他执行家法，不应该让他活下来。5年前就有人提议要将扣扣扼杀在摇篮当中，不过最后是柳春东离开家族，交出继承人的权利，保全了下来。听到了丁雪的话，柳莹莹的脸7时间苍白了起来。无论受到多么大的伤害，她也不会害怕，但是扣扣永远是她最脆弱的心灵，谁也不能伤害半分。你在这个臭丫头，竟敢在爷爷的面前动手打人，你给丁雪道歉。丁雪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想要对我家动家法吗？柳春东的话还是很有威慑力的，当年毕竟他执掌过柳家，丁雪可能没有见识过柳春南的气势，不过柳元可是知道他这位大伯不是善茬。大伯，他乱说而已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春东，莹莹也太不像样了，为了补偿丁雪，你让莹莹将那家化妆品公司交给小袁管。同学聚会上竟然混进一个劳改犯，老师不但不嫌弃，还让他坐到身边，就连班长反对都被老师呵斥。涂老师，还是让刀三到那边去做吧，我们这桌可不是谁都能坐的。刀三就在这里坐下，你少说话。刀三不是说判了无期吗？怎么就出来了？谁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想当年他是何等辉煌，都上10亿的身价了，竟然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刀三再怎么落魄，人家当年好歹到了那种高度，不是一般的人。
以前在辉煌又怎么？现在刚出来还背上了案底，以后别说翻身，就是工作也不好找。那是他活该，谁叫他干犯法的事情？谁知道他以前的钱怎么赚的？尽管他们压低了声音，但是刀三能够清晰地将这些话收在耳中，只不过他不太在乎罢了。喂，叫你过来打扮好一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些话你听着不刺耳。咋办？要不揍他们一顿？就你心大。刀三苏微微两人交头接耳，那种亲昵的模样，刺激了很多男同学，尤其就是傅海。他这次见到苏微微，心里面自然有想法。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规模很大的企业，已经上升到了经理级别，在一众同学当中也算是小有成就。一个劳改犯竟然还让苏微微青睐不离，真是笑话。听说云峰集团的董事长跳楼自杀了，萧军的死并没有表面这么简单。苏云，你给我们说说听呗。一些女同学迫不及待叫苏云继续说下去。苏云微微一笑，大家的目光很符合她的预期，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据说云峰集团这2年一直都在这手董事会的改革，涉及到了一些股权斗争，大概率是萧军输了，被逼的跳楼自杀。很多的消息都说，在萧军跳楼的那天，出现了很多神秘的人，涌入云峰大厦之内，控制了整个云峰集团。刀三原本跟涂立国聊得十分投机，听到了苏云的话后，不由竖着耳朵听了起来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事情竟然成为了众人口中的主角。刀三还想继续听的时候，包厢的门口打开了，一个衣服奢华的男人走了进来。刀三抬头一看，竟然是何春庆。你们还是问问春庆吧，他在云峰集团做经理，对于他们内部的事情应该更加清楚。我们庆祝何总步步高升，给何总贺喜。刀三，苏微微，刀三不是已经入狱坐牢，而且罪名还不小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场同学聚会上？微微，你还是以前那么漂亮。何春庆，你过奖了，我年纪已经大了。刀三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连衣服都没有一件好的。春庆，你难道不知道刀三刚坐牢出来吗？现在身上恐怕100块也掏不出来，有这种衣服穿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一番话顿时引来全场大笑，倒不是真的好笑，更多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跟何春庆拉近关系罢了。涂老师，您当年看中的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番模样？春庆，你现在确实是取得不俗的成就，你们还年轻，时间还长着呢。老师，恐怕你以后要失望了。刀三，我如果是你，绝对不会来参加这个同学聚会，你不觉得丢脸？是啊，别的不说，就算是眼下这桌子菜，他现在就算是找到工作，赚上1年也吃不上。很多人都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这个社会对有前科的人并不友好，像刀三这种坐过牢的人，就算重新回归社会，也会被处处排挤，恐怕连工作也不好找。何春庆，你哪里来的底气这样跟我说话？男人不知死活地嘲笑着刚出狱的老同学，却不知同学不但是超人战神的同伴，还是他公司的董事长。何春庆，你哪里来的底气这样跟我说话？刀三，你还是这么自大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以后倒是可以在连城商场给你安排个保安做，我就一句话的事情。春庆，千万不要，他可是有前科的，以后商场要是不见些瓶瓶罐罐，可就不好。我倒是忘了这茬，毕竟他是个坐过牢的人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同学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就算他再不堪，他当年身价上10亿，还给学校资助了1000万修建教学楼，你们哪个能够做到？直到今日，为什么苏微微还要维护一个几乎要废掉的劳改犯？刀三，要不我们走2杯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有资格跟我喝酒？刀三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说完，直接将杯子的酒泼在刀三的脸上，刀三直接被酒水泼得满脸开花。刀三笑了，敢这样挑衅他的人还是第一次见。想当年，在西北，多少敌国的战神高手都在他的手里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赤裸裸的。刀三，你竟然敢打人！报警！报警！何春庆此时有点慌了，生怕刀三过来将他一起收拾，急忙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我在警局那边有关系，正好借机让你2进宫，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何春庆，今天你要怎么玩，我都奉陪。涂老师，我是不是下手重了一点？不错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君子受辱，挡施雷霆之威，以振宵小，是为营也。低头忍让，趋吉避凶，一味退让，是为怯柔。你处事镇定，遇事不惊，老师依旧看好你。刀三，你怎么能出手伤人呢？不愧是坐过牢的人，本性不改。哼，得罪了何总，这次看你怎么收场。现在已经不是拳头大说话的时候了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还能靠拳头拿捏和春庆他们。现在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在社会中摸爬滚打，靠的是有钱有势。过了不久之后，就来了几个警察。刀三将视线转移到门口，发现进来的人有点熟悉，竟然是赵安。难道
赵安是何春庆背后的人，不然像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根本犯不若派出一位副局出面处理。李队，你可算来了。何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队，就是这个小子无故伤人，还是刚刚在监狱里面出来的呢？一般来说，警局的人对一般人不会轻易动手逮捕，但是对曾经犯罪的人就不可，无论有理无理，直接先将人带回警局再说。好一个无故打人！何春庆，你觉得我是无故打人？经过何春庆这么一指，赵安顺着目光看去，他面色微变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刀三。他尝试查阅刀三在西岭监狱的资料，却被战友告知那是 S 级最高加密档，全神州有权限查看的人不超过10个。来人啊，将他铐起来带回去。何春庆利用职权给李东林妻子在云峰商场内搞到了一间店铺，生意因此做得风生水起，仅去年就赚了100多万。刀三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别动手，你们不能动他。赵副局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东林这个年轻人我认识，这件事情先放一放。赵安的话让在场的人一惊，都没有想到刀三竟然还会跟一位副局有关系，而且对方还在帮刀三说话，没有想要为难刀三的意思。赵副局长，他刚刚可是打人了，而且他还是监狱出来的人，你们就打算让他继续在社会放肆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对我指手画脚？赵局长不要生气，他不过是不懂事而已。既然赵局你说放一放，那就放一放。何总，这件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说完直接离开了包厢。李队，我送你。何春庆见此，急忙跟了上去，同样离开了包间。赵安见目送几人离开，大步来到刀三的面前。赵先生，怎么不认得我了？赵局长，怎么老你的大驾来到这里？刚刚的事情多谢赵局长了。我不过是恰巧跟李东林过来而已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算什么。赵安没将刚刚的事情放在心上，他更加好奇的是刀三的身份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过往经历才会被列入 S 级保密档案中。离异女人只是擦了一下男人的脸，却惊恐地发现，等了男人5年的女友就待在一旁观看，没想到女友不仅没发火，就连伤心的表情都在一瞬间变得冷漠。莹莹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结婚生子，不就是正常人的人生轨迹吗？结婚了吗？一旁的轩轩已经愣住了，他想不明白，既然对方是扣扣的父亲，莹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？而且每当扣扣嚷着要爸爸，他也是满眼的期望和热切的。刀三，我也该走了。莹莹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？她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，可是我现在也已经离婚了。刀三直接撇开苏微微，转身向楼梯冲去。刀三，等等我。柳莹莹尽力掩饰，但娇美的脸颊依旧显得苍白，泪珠不停滑落，她心乱如麻。刚才在刀三面前的镇定全是伪装，她只想逃离，不愿再见那个让她心碎的男人。看到苏微微亲密地为刀三擦拭脸颊时，她的心仿佛被撕裂，多年来坚守的信念瞬间崩塌。她觉得自己像个笑话，原本深深爱着刀三，甚至怀上他的孩子，即便他入狱，她也顶着家族的反对，忍受白眼，执意生下扣扣，希望他们的爱情有个结果。如果刀三从此消失，或许他还会留有一丝朦胧的希望。这娘们是不是被谁给调戏了？柳家的惹不起。小子，别跑！惹到我谢少，你还想跑？你太天真了，又回来了。刀三，别打了，会打死人的。微微，我有分寸，你到那边坐着去，我收拾一下这个250。大侠，手下留人啊！投降了，投降了！还敢不敢自称少爷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你才是爷，以后你是我大爷。气出了，舒畅了，果然打人就是爽。微微，走喽。苏微微现在的心慌得很，不敢逗留，急忙跟了上去。就这么离开了，在连城酒楼打人，打的还是谢家的少爷，真的不会有事。莹莹，你先别哭了，或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呢。轩轩，无论如何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。莹莹，或许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毕竟他是扣扣的父亲。轩轩，我永远也不会让他见到扣扣的，他根本不配做扣扣的爸爸。难道以后他带着一个女人来见扣扣，这样对扣扣不会有伤害？我绝对不会让扣扣看到这样残酷的一幕。轩轩叹了口气，知道莹莹的脾气犟得很，一旦决定的事情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不一会儿，刀三回到家中，就听到有人在叫他。我刚刚回到家，就听说你回来了。阿航，你来就来，你提那么多东西干嘛？我不缺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省城带回来的，给你送一些过来。怎么你不带你孩子媳妇过来坐坐？刀三刚刚坐牢回来，他媳妇不明就里，不愿意过来纯属正常的。就在这时，涂永恒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就回去，别生气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有空再唠嗑。涂永恒转身就要走，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在身上的兜里掏出一个鼓鼓香香的红包，
你刚出来，这点钱你拿着先，要是还有什么困难，记得跟我说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刀三一愣，心头顿时涌起了一股热浪。阿航，我现在真的不需要，你拿回去吧。你要是还算认我这个兄弟，你就将这点钱收下。说完之后，直接向外面奔去，连让刀三拒绝的机会也不给了。刀三拿着这个崭新的股长红包看了看，露出一丝苦笑，有种农民给地主老财发放赈灾粮的感觉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涂永恒的举动让刀三心里感到一片温暖，这份情谊千金难换。掂了掂手，估摸着有1万块钱左右。算了，明后天再给他送点东西，将钱给他还回去。女人只是在开车时看了一眼手机，下一秒一台电瓶车就倒在她车前，她赶紧下车查看，却惊恐地发现爱车的漆面掉了一块。臭丫头，刮花了我的车，你赔得起吗？就凭你爸那点收入，你家一辈子也赔不起这个钱。这不是罗燕家的那辆电动车？刀三前几日还经常骑着，一眼就能够认出来。再看那个被骂的女孩子，不是罗燕还能是谁？而那名骂人的女人，刀三也不陌生，同样是这条巷子的人。涂小小真是泼辣到让人心底发寒的女人。涂小小的刺耳声音顿时惊动了六婆，还有罗燕已经回家过年的父母，他们纷纷来到了跟前。罗老四，你女儿骑电动车刮花了老娘的车子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罗老四就是罗燕爸爸的外号，不过一般人不会直接这么叫。以前他家条件还一般的时候，就谁都没放在眼里。这几年来，他做沙雕动画赚到了钱，成了一个暴发户，气势就更加嚣张了。燕燕，你撞坏了他的车子。罗燕全程抿弱嘴，认真的摇摇头。是他撞的我。你这个不要脸的骚妮子，刮花我的车还有理了？今天无论如何，你们也要赔付老娘修车的钱。罗老四夫妇俩都不是善于争吵的人，对此只能干瞪眼。六婆听到就不愿意了。我们家燕也没有撞你，凭什么赔给你？你这个老太婆，别以为老舅不敢骂你，你家的浪孙女刮花我的车就得赔我。一把年纪想死就准备棺材，别在这里倚老卖老。六婆被他气得喘不过气来，踉跄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上。涂家丫头，你说这什么话？会做沙雕动画了不起吗？涂小小不为所动，反而更加嚣张。老太婆，你就算装死也得赔钱给老娘修车。要赔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涂小小见到刀三，表情明显一僵。刀三，你个老改犯准备给他们出头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说个价格。我的车子400万落地车，你们赔我10万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这破车修起来要10万块钱？疯子，不要管他，又不是我们家燕燕撞他的。六婆被涂小小的话吓了一大跳，她一辈子都没见过10万块，现在一下子要10万块，将她吓得不轻。你的车子到 4S 店补漆的话，最多是1-2万块钱左右，责任算各自一半，给你1万块，多1分都没有。你个老改犯，这些话你也能说出口？如果没有10万块钱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涂家丫头，我也是开车的，虽然你的车子划破了一点，但是怎么也花不了10万块钱吧？好了，罗叔，你们先带六婆回去，这件事情我帮你们处理。那你跟他谈谈，无论结果怎么，我们家都会负责的。涂小小，你确定你要10万块？没有10万块钱，这件事没完。好，我还给你。这回涂小小愣住了，这么好说话？原本他还准备撒泼打滚，大闹一番，就算拿不到10万，5-6万也是会同意了事的。这次就放过你们。我这么贵的车子，再有下次就不是10万块钱的事情了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很快连车子都没有了，还谈什么下次？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撞到他。我知道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就赶紧回去吧，跟你爸说已经处理好了，别说我给他钱的事情。我奶奶让我叫你到我们家吃饭呢。小丫头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莫名给她花了10万块，除了心里愧疚之外，更多的是感动。你先过去，我一会就到。刀三回到屋内，直接给柳三刀一个电话，将涂小小的车牌号码报给他，让他安排几个人来这里路口守着，将车子给砸了。求求你们不要砸了！你们为什么要砸我的车啊？臭三八还敢哭？会连你一块打！仅仅几分钟，那辆华丽的豪华跑车在几人的打发下，如同被碾压过一般。对方的铁管每次落下，涂小小的心都在滴血。足足过了5-6分钟，几人才停下打砸的动作。不过有一个人跑去车子前面，做出了一个令涂小小蒙愧绝望的动作。他砰一声掀开引擎盖，打开机油口，摸出了一包白糖，哗啦啦的全部灌进了发动机里面。哼，臭三八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得罪人！男人明明邻居们惊恐发现他简陋的房前停满价值上千万的车，就连那些穿着名贵西装的老板也在下跪行。而刀三只是要他们处理一名员工，就是同学会上嘲笑他坐过牢的经理。老张，你知不知道公司有个叫何春庆的人？知道，他是隔壁市商场的经理，
人事那边准备过完年将他回调到连城接任我之前的职位。我也是之前才看到下面提交上来的任命协议书。到时你直接让他去手中。郑国忠一愣，不知道刀三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他已经在为何春庆默哀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就足以让他从天堂掉到地狱。好，到时候安排。刀子，那个何春庆是我同意将他调回连城这边，我也说了。这是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都怪我家那个婆娘，天天睡觉前唠叨个不停，不然我是绝对不会选他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回去陪陪家人，孩子过个好年吧。赶紧将你们那2辆金铁牛开走，太招人眼球了。刀三开口赶人了，2位百亿公司的老总一脸无奈。原本他们还想多做一点，但是见到刀三似乎不乐意，急忙起身。刀董，要不年后让公司给你安排一栋好点的房子，这里太简陋了。以后再说，这是不急。之后刀三拿了一些他们送的礼品去看。这是我媳妇，叫她婉玲就行了。原来是妹子，我是阿恒从小。听到了刀三的话，对方明显一愣，不由多看了刀三一眼，神色意外。都说刀三是个杀人凶手，穷凶极恶，手里头有不少的命案，还有人劝他不要让他们家永恒跟刀三混到一起，那是真正的恶人。身材挺拔，剑眉星目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温和儒雅，果然风言风语不可信啊！以前没少听永恒唠叨你。你过来就行，不用给我带这么多东西，这些都是我一些朋友送的，我那边还有，寻思着给你送来一份，你就留下吧。东西不少，其中有1盒茶刀，还有2瓶酒，以及那条黄色的鱼胶。刀三跟涂永恒闲聊了一会之后，就告别离开。接下来还要去六婆和涂老师那边去。老公，他也不像邻居说的那样，举止谈吐很有风度，哪里像个坏人？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跟疯子打小长大，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婉玲轻应一声，径自走到了桌子前，翻看刀三带来的那些东西，看到鱼胶的一刻，她顿时有点惊讶。这块鱼胶是真的？怎么了？老公，你那个玩伴这么有钱，这块鱼胶可值很多钱呢。涂永恒，按理说刀三刚刚条件不会很好，不会送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这玩意值多少钱？这种鱼胶现在已经很罕见了，有钱也很难买，估计值几十万吧。他的话无疑将涂永恒震得一愣。真值几十万？婉玲认真的点点头。这玩意对女人来说简直是重宝，上次吃那么一点，都让妈心疼了好久。没想到人家随手一送，比他妈妈手中的那块还要大上一圈。不行，我不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赶紧还回去。他本不说，刀三现在的日子已经不如以前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要的。婉玲原本身体就一直有些虚，鱼胶对她来说无疑是最滋补的东西。不行，人家都已经送出去的东西，怎么能往回送？可是他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不能要他的东西。我不管，其他的东西能送回去，这块鱼胶给我留下。老婆，我跟你那么久，生了孩子，身体那么虚，都没给我买过半点滋补的东西，还得靠我回娘家弄点鱼胶吃才缓解一点。现在东西摆在你面前，你还要往回送？好了好了，不送不送。真的，老公，谢谢你。刀三过来了，赶紧进来坐。涂老师，我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礼物。我老了，用不上什么东西，你不用给带东西都行。刀三会心一笑，没有回答，熟悉的走进屋内，默默将东西放好。刀三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没有少跑来这里，除了一些时候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之外，偶尔中午不回家还会在这里赠诗赠和。亚征，怎么了？刚刚学校开了一个会议，说修建教学楼还有1000多万资金缺口，给我们在职老师分摊了任务，收以前的学生资助一些。他才在这所学校任职2、3年，没有培养多少学生，就算有1、2批，也都大学没有毕业。叫他去哪里拉拢资助，这让他愁眉苦脸，心里暗骂校长不厚道。爸，您能不能发动一下以前您那些学生，帮我给学校拉一点资助？我倒是可以发动一下那些学生，不过我不敢保证有多少。涂立国已经退休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他还没退休，很多学生或许会更加给这位老师的面子，多少会给一点，但是现在恐怕有点难了。老师，要不到时我帮您拉一点资助吧。刀三对于资助学校修建教学楼这种事情有点抗拒。那时候刀三资助了1000万，学校领导简直是将他当财神一样接待。在刀三入狱的那一刻，学校几乎是连夜将文化长廊市上的宣传栏撤掉，急于和刀三撒清一切关系。涂立国闻言，眼神深沉。如果是以前的刀三说出这样的话，他还会坚信不疑。但是现在的刀三要想给学校资助，恐怕有点为难。刀三，你不用为难，能够拉拢到自是更好，拉不到就算了。明明男人才是家族唯一继承人，亲生奶奶不但陷害他去坐牢，而且害死他的母亲，就连家主之位竟然也要传给外孙。没用的东西，滚！外婆不要气了，免得气坏身子，赶紧喝口热茶。还是我这个大外孙子值得疼爱。之前叫你宴请省府1号的事情怎么样？岭南省府1号人物，历来是刀家的座上宾。以往老爷子还在的时候，
几乎每年的刀家宴会，那位权势滔天的1号人物前来捧场。只是这几年来，刀家在老太君的手中颓势渐露，1号人物不怎么卖刀家的面子了。那位已经确定了，今年不会过来，派出了9号过来。前2年派来的代表还是3号、4号人物，今天直接派了一个9号人物，可见我刀家在对方的眼中分量逐渐变轻了。权欲熏天的老太君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外孙是一个废物，只是他容易控制。就算刀家正在衰败，他也不会在乎，也不会将手中的权力交给其他人。时间不早，你们赶紧出去接待宾客吧。大哥，现在什么滋味？我早就跟你说，老太君早晚是要将你撸下来，不会给你一点机会，你还不相信？小妹，西里监狱有没有查到什么消息？我派人暗中查过，但是刀三的资料已经被列入了绝密档案，无法得知他的死活。这样啊？刀仙贤目光黯然，那座监狱号称侦查不入，以刀家的能量也无法插手，谁都知道在里面是凶多吉少，能够重见天日更是极其渺茫。不过这些年，刀仙贤一直在努力，几乎是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，想要将人捞出来，但是很可惜，他做的都是一些徒劳功夫。当年我就不应该让他们母子卷入刀家的争斗中，是我害了他们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老太君竟然会如此的狠毒，竟然对老爷子下了狠手。当年的事情是左右不了，也是预料之外。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自责了。小妹，你如果去儋州岛度假，帮我去连城办一件事情吧。大哥，办什么事情你说？替我去给你嫂子上炷香。在刀长哥离开后，刀仙贤始终伫立在落地窗前，默默看着前方的风景，目光中多了一份无尽的恨意，蕴着杀机。爸爸，刀三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可爱逗人的小女孩，居然是柳莹莹的女儿。对方已经结婚了，有个女儿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原本他以为对感情，尤其是已经过去的感情，已经看得足够清，但是一想到自己曾经的爱人，如今成为了别人的妻子，并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想到这里，刀三内心冒出了一股钻心的痛，掺杂着伤感和遗憾。扣扣不许乱叫，你爸爸还没回来呢。刀三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女儿我见过，很可爱。刀三，我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，以后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还有，再可爱也是我的女儿。莹莹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刀三，我们一起吃饭合适吗？以后我们最好不要见了，你不要将心思放到我的身上了。你身边不是一大堆女人吗？你干什么的？如果没有事情，赶紧离开这里。刀三，是你。他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刀三就是柳莹莹当年的那个男人，扣扣弟爸爸。你是来找莹莹的？不是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上你。轩轩语塞，看来是自己误会了。他以为刀三发现了扣扣是他女儿的事情，跑到这里来堵住莹莹呢。其实他想劝劝莹莹，但是他知道现在的莹莹是劝不动的。那天在云峰集团的事情，一直没有时间谢谢你呢。小事而已，准遇上都不会袖手旁观的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你的衣服还在我那里呢，要不你给我留个电话，到时候我给你送过去。天天守着女儿的女人，今天只是因为起身去窝须的功夫，女儿就被亲舅舅拎在空中。妈妈，不要，扣扣不要被坏人捉走。野种，我叫你哭。柳莹莹见此，疯了一般上去就要跟柳元拼命，被身后一名供奉拍晕。现场的轩轩想要将他们拉住，被一脚踢飞，摔在沙发上。随后柳元带着柳莹母女俩扬长而去，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急得轩轩不知道怎么才好。出手的是柳家供奉，莹莹被带回柳家，绝对生不如死。怎样才能救回莹莹？慌乱无措的轩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恍然间，他的脑海中浮起了刀三那道高大的身影。对，只有他能救。慌乱中，他想起那个男人，急忙拿出手机，将刀三的号码直接拨通。刀三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刀三，不好了，莹莹和扣扣都被柳家的人给捉走了。刀三一脸懵，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扣扣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一定要救救他们了。别墅内，轩轩拿着手机，急得都快要跳脚了。他现在管不了这么多，只能将这件事情告诉刀三，希望刀三能够救出莹莹。他的心里一直猜测，刀三其实就是云峰集团那位神秘的董事长。之前他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荒谬，但是今天看到郑国忠低头哈腰的姿态，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。刀三完全僵住了，这个消息无疑像是一枚深水炸弹一般，炸得他不知所措。扣扣是我的女儿，我还有个女儿，那个粉雕玉琢、可爱的让人酥麻的小女孩，竟然是我刀三的女儿，怎么回事？扣扣其实是你的女儿，5年前莹莹就怀上了你的孩子，就是扣扣。她没有结婚，只是在跟你赌气而已。现在他们都被柳家的人带走了，你赶紧想办法救他们出来。之前他还一直奇怪，为什么扣扣第一次见到他就扑上来叫爸爸，原本以为是小女孩不懂事，认错人了，原来这些都不是假的，自己真的是他的爸爸。不过他现在没有时间深思这些，短暂的失神后，刹那间恢复过来。莹莹母女俩出事了，谁敢动我的女儿？
刀三激动开心的情绪，这一刻化成了滔天怒火。你在哪里？来，我去接你，带我去找莹莹。我就在长兴花园莹莹的家里，我在门口，你赶紧出来。刀三随后打通了柳三刀的电话，电话很快就接通。柳三刀，你急忙率人前往柳家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刀先生，我立刻过去。难道刀先生要对柳家动手？柳家如今尽管已经没落，依旧是连城十大家族之一，实力不小。柳三刀虽然心中有些忌惮柳家，但是刀三的命令，他一刻也不敢耽误，急忙召集人手，数十辆车，直接捷浩荡荡赶往柳家庄园。快上车！轩轩说了事情的大概经过。刀三听完后，面色会更加阴沉了。没想到柳家竟然做这样下作的事情。刀三，我们现在去的是柳家，就我们2个能将莹莹救出来。此时，柳家庄园内大宴宾客，连城的许多人物都借此机会拜访祝贺刘老爷子。柳家的前院别墅之内，宾客如云，恭贺之声不绝。在这里上座的都是在连城能数得上号的人物，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一名中年人，名为周红，他是连城警局的局长，地位超然，被一众宾客围绕着敬酒。柳家老爷子见此盛况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似乎柳家又回到了当年的那种辉煌。恭祝刘老爷子身体安康，恭祝刘老爷子寿比南山。老爷子，我周红今日献上礼金，与雨贵孙女柳莹莹结为夫妇，还望老爷子成全。女人怎么都没想到，一直敬爱的亲哥哥居然把他们母女关进地下室，就连最疼她的爷爷也要把她嫁给变态。老爷子，我周红今日献上礼金，与雨贵孙女柳莹莹结为夫妇，还望老爷子成全。我们柳家答应了。这件事早已与周红商定，如今不过是走个过场。周红是连城的实权人物，联姻对柳家未来发展大有注意，老爷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这也是他让柳元带着家族供奉将柳莹莹带回来的原因之一。恭祝周局长喜得良人姻缘，恭贺老爷子寻得龙婿。众人心中纷纷感叹，柳家的这次抉择定能使得柳家再窜上几窜。可惜了柳莹莹，这么美的女人，竟然就这样被周红拉手催花，估计也悔不周红几位前妻的后尘了。一旁的柳春南心中早就乐开了花，虽然他的能力不怎么样，执掌柳家这些年已经渐显颓势，但是他会哄老爷子开心啊，每一件事情都敲到老爷子的心坎里了。这件事情就是他一手促成的，老爷子对他很满意，露出了赞赏的目光。妈妈，可可害怕。空口不要吧，妈妈在这里。柳莹莹没想到自己被带回柳家，竟然会被送到了后院关押。柳莹莹，不要在这里上演母女情深，识趣的就将梦思公司的资产全部转让出来。老公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他要是不给，就将这个野种淹死算了。柳元，你想都不要想，你私自将我带来后院关押，老爷子知道吗？柳莹莹，要不是爷爷同意，我能使唤柳家的供奉吗？反正你很快就不是柳家的人了，赶紧将梦思的资产还回来，不然有你好看。丁雪将手上的文件送到柳莹莹的面前，那是转移资产的协议。柳莹莹看都没看，一手就将那些文件拍飞，以此来做最后的抗议。还敢跟我硬气，将那个野种给我打！妈妈，救救可可！不要打，我同意将资产转移给你们。这一幕让柳莹莹的心在滴血，急忙大声阻止。她妥协了，资产可以不要，但是她绝对不能失去扣扣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要是识趣一点，怎么会那么多罪受？这样才对嘛！反正你都快要嫁给周局长了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柳元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爷爷已经决定了，将你嫁给周红周局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夺走我的一切，还要将我往火坑里面推？柳家不仅要将夺走我的公司，毒打扣扣，更是要将我推给周红那个变态狂。我以后怎么办？扣扣以后怎么办？他突然撩起裤脚，在脚踝上拔出了一把七匕首，疯狂冲向丁雪。弄死这个贱货，给我弄死他！此时，刀三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。轩轩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庄园，熟络地将刀三带进了柳家前院。与此同时，数十辆卡车飞驰而来，全部停在了柳家庄园外面。不一会儿，近百人纷纷下车。刀先生，柳三刀来到刀三近前，略微低头。站在刀三身边的轩轩看到这一幕，表面默不作声，早已经心神惊骇。他没有想到，看似平凡的刀三，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，动用这么多的人。自己猜的果然没有错，刀三就是云峰集团的董事长，实力惊人。同时暗暗庆幸自己找对了人，这回莹莹能够获救了。跟我来，将整个柳家给我控制住。你们失准，知不知道这里是柳家？滚！他们进了大门，直奔柳家前院别墅。别墅门口正值宴会盛况，觥筹交错，欢呼声不绝。没想到他们柳家竟然这样将莹莹捉了回来，却在这里歌舞升平，一片欢天喜庆的胡吃海饮。
男人坐牢5年后归来，第一件事就炸了老丈人家，就连大舅哥也被他揍得不省人事。爸爸，救救扣扣，救救妈妈！扣扣别怕，爸爸来了。扣扣别怕，爸爸保护你，以后再也不让你们受到这样的伤害。爸爸，扣扣和妈妈被坏人欺负了。没事，有爸爸在，以后你和妈妈再也不会被坏人欺负了。你这个坏蛋！走，我们先出去。爸爸，我们快点走好不好？扣扣害怕，他们都欺负扣扣和妈妈。扣扣神色惊恐，显然还没有从刚刚的阴影走出来，对柳家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。刀三心中绞痛，自己的女儿竟然如此惧怕，可见都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。不过他不会轻易离开的，柳家需要自己的行为买单。不要害怕，有爸爸呢，爸爸在，没有人能够伤害扣扣。你们快上车！你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，才花了5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柳三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来柳家闹事！他作为连城警局的局长，对于地下势力的大佬柳三刀怎么会不熟悉？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对方竟然敢对柳家动手，简直是在打他周局长的面子。周局长，我也是听命行事，你识趣的就不要慎喝这趟浑水。你听谁的意思行事？是我的意思啊。见到了刀三，柳三刀顿时松下了口气，跟周红对线，他的压力巨大。爷爷，就是这个人带着人来我们柳家，还将我打了。爷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前段日子就有传言，连城最近出了一个狠人，不仅将谢海生杀了，还一举收服了柳三刀。他大概就是那个狠人，只是不知道刀三和柳莹莹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。你这个死丫头，竟然敢带着外人来闯我柳家！就是，竟然敢将人带来我们柳家。爷爷，让家族供奉将他们全部拿下。柳元、冰雪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刀三就是他们打的扣扣，杀了他们。你看好扣扣。爸爸，扣扣怕。扣扣别怕，爸爸要打坏人了，保护扣扣和妈妈。在所有人呢都没有反应的情况下，猛地将柳元和丁雪抓住，拳击展开，李烈声大叫，两人双手双腿杀那边被刀三全部打，接着一起踹飞，重重的摔在柳三刀几人面前。啊，好痛啊！爷爷，救我！周围的人几乎都要愣住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没有人能够反应，就连近在咫尺的柳家供奉也傻眼，他们实力已经到了兵王级别，但是依旧阻拦不了刀三擒拿柳元两人。柳莹莹看着两个让她心中恨意绵绵的两人，眼中杀机无限，抽出随身携带的那柄匕首，颤料着手对准丁雪。她心一狠，银牙一咬，朝着丁雪的心脏猛地刺了下去。她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你们让我母女活不下去，你们也甭想活。救我，爷爷救我！就在刀尖将要落下，刺进丁雪心脏的时候，抓住。莹莹，这种人不要误了手。刀三不是可怜丁雪夫妻，在他们动手打扣扣的一刻，就注定已经是一个死人，只不过他不会让莹莹的手染上鲜血的。柳莹莹闻言犹豫了片刻，才默默的点点头，退了回去。柳家众人也是松了口气，尤其是老爷子，心里有了判断，对方还是不敢轻易杀人。其实他不知道，刀三不存在不敢杀人的勇气，他反而是准备大开杀戒了。莹莹，带扣扣走，你和轩轩到外面的车子上等我。柳莹莹点了点头，抱着扣扣和轩轩向外面走去。谁也不许走，如果就这样让柳莹莹走了，以后柳家的面子往哪里搁？怎么跟周红交代？刀三视若无睹，挥挥手让他们走出去。好一个柳家老爷子，真是一点脸皮都不要，竟然打算卖自己家孙女，讨好别人。我要是你，干脆一根绳子吊死算了。我们柳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呵呵，你们柳家的事情我悉得管，但是你们欺我妻儿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你是那个野种的父亲。几年前，柳莹莹突然生下的扣扣，扣扣的父亲一直是一个谜，也因此柳家的人见到了扣扣都是极尽侮辱，嘲笑他是小野种。原来你就是死丫头的野男人。那可不是，所以欺负他们母女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刀三话音一落，手猛地将柳元的脖颈掐住，在柳元惊惧的目光下用力一拧。救命啊！无论如何挣扎，今日他也逃不掉死亡的结局。刀三已经对他产生了必杀之心，在他惊骇的表情中，刀三毫不犹豫地故技重施，将他的脖子猛力拧断。对这种人，刀三不会怜悯，更不会手软，该杀则杀。如果这样的人不死，他对不住受尽委屈的柳莹莹和扣扣。我的月儿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杀人！